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在新加坡60周年国庆典礼上，看到新加坡人除了开心快乐之外呢，我发现他们有一种很独特、很安静，也很笃定的自豪感。方竹在想，这份独特的自豪感来自哪里呢？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，怎么能让他的人民有这样足的底气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，是什么撑起了新加坡人的自豪感。方竹呢也总结和整理了5大底气，也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补充您心目中的第6、第7大底气。首先呢，来说一说第1大底气：安全感。很多老一辈的新加坡人说，以前家里的门几乎是不锁的，邻里之间进进出出，连招呼都不用打得特别隆重。当然，现在城市规模大了，大家习惯还是会锁门，但你半夜2、3点走在街上，手机拿在手上刷，包背在背后晃，也几乎不用担心有人来抢。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。根据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最新数据显示，新加坡在全球和平与安全总体排名中位列第6，是唯一进入前10的亚洲国家。接下来您要听仔细，那在社会安全与保障单项指标上，新加坡更是排名全球第1，长期保持低犯罪率、低暴力事件和高度的公共秩序。这一成绩呢，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，比如法律的严厉与明确。新加坡对吸毒、贩毒、暴力犯罪几乎是零容忍，惩罚非常重，甚至乱扔垃圾、在地铁里吃东西这种小事儿也会被罚到让你肉疼。有人笑说这里的法律管得太宽，但这种细致管理也塑造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的尊重。还有呢，就是高效而且不腐败的执法体系。警察和公共服务部门处理案件速度快、效率高，而且公信力很强。你去报警不会觉得浪费时间。这种信任呢，不是一天建成的，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执行和兑现承诺。总体来看，新加坡的治安水平不仅是统计数字上的优势，而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，也是国民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之一。说白了，公民的安全感是一种无形的国力，它让人不必将心力耗在防范恐惧上，而能全情地投入生活和建设当中。新加坡人的第2大底气来自政府的执行力。有很多人提到新加坡，先想到干净和安全，但真的住上一阵，你会发现有一项隐藏技能，就是政府的办事速度，也就是政府的执行力。我们再来看数据，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政府效能指数，满分区间是-2.5至+2.5，新加坡得分2.32，是全球最高，意味着优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。同时，在钱德勒好政府指数 CGGI 中，新加坡连续多年全球第1，并在牛津公共行政指数中，在边境服务、税负行政、创新策略等方面居首。这些数据共同说明，新加坡政府的执行力不仅高效稳健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保持第1梯队的绝对优势。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，有一次去樟宜机场更新资料，本以为人多手续多，要排到地老天荒，结果呢，从取号到办完不到20分钟。为什么这样快？第一呢，是公务员水平高，新加坡公务员薪资直接对标企业高管，吸引到的都是一线高手。对他们来说，进政府不是为了铁饭碗，而是一种高挑战的舞台。第2呢，是政府的政策节奏聪明，先试点，小范围跑通，再评估，最后推广。别的地方呢，可能是一拍脑袋，全国上马，然后出问题呢，就赖老天爷。新加坡呢，发现不合适，立刻调整，没有包袱。最经典的例子是公共住房，上世纪60年代，他们就立下了人人有房的目标。在一个寸土寸金的岛国，这是超大的挑战。
他们先建几片祖屋区来试水，观察居民生活便利度和社区的氛围，再逐步铺开。今天80%的新加坡人住在价格可控、质量不错、配套齐全的政府祖屋。有个朋友笑着说，我们不是只有屋顶，而是屋顶下的生活。这背后就是高效的执行力的威力，让一个可能引发矛盾的大问题变成了国民的自豪。这就是第2大底气。我们再来说说新加坡人的第3大底气，就是多元融合社会。新加坡很小，但走在街头却像开了一个世界博览会。同一条街，左边是海南鸡饭，右边是马来椰浆饭，再走几步呢，就是印度咖喱。拐个弯还有一个西式的咖啡馆。午餐时间，不同肤色、不同口音的人排在同一队，边聊边笑，像是一幅会动的城市画卷。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全球民调显示，新加坡在少数族裔容忍度方面排名世界第1，而且95%的受访者认为这里适合少数族裔生活。与此同时呢，世界经济论坛将新加坡评为劳动力多样性全球第1，少冲突、高包容、强多样性的组合，使新加坡的多元融合社会长期稳居世界前列。的确，新加坡是典型的多民族社会，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，还有世界各地的移民。多元在很多地方容易变成分裂，在这里却成了凝聚力。秘诀之一就是住房配合，不同种族必须生活在同一社区，从孩子上学到家长闲聊，都在自然接触彼此的文化。秘诀之2呢，就是双语教育，英语沟通，母语传承，既能聊得来，又不会丢根。这种多元氛围让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独特的优势，既能用亚洲的方式和邻居相处，又能用国际化的语言与世界沟通。在别的地方，多元可能意味着冲突，在这里，多元意味着力量。这就是新加坡的第3大底气。我们再来说说新加坡人的第4大底气，全球化的小巨人。在世界地图上，新加坡只是一个小红点，小到你可能放大好几倍才能看到。但别看它个头小，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存在感可一点都不迷你。先说航运，新加坡港常年是全球最繁忙的转运港之一，船只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昼夜不息。马六甲海峡就像卡在亚洲东西方贸易的要道口，全球差不多1/3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。再说航空，樟宜机场10几次拿下了全球最佳，不仅因为干净漂亮、花园迷人，还是因为它太好逛。很多转机旅客本来想随便坐坐，结果去看了蝴蝶园，吃了美食，还看了场电影，差点忘了自己是来赶飞机的。再有，在金融领域，新加坡同样是重量级选手，亚洲财富的管理中心，国际仲裁的首选地，跨国公司纷纷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。当然，地理位置是天然优势，但真正的关键是政策上的开放与务实。新加坡深知小国不能闭门造车，要想活得好，就得做世界的连接点，连接市场，连接文化与机会。所以这个小红点在全球的舞台上显得非常的独特和耀眼，这是新加坡人的第4大底气。我们再来说说新加坡人的第5大底气，就是未雨绸缪的国家思维。如果说前4个底气是新加坡的现在进行时，那第5个就是它的未来时。在新加坡有句特别的话，就是说小国不能等风来，要自己造风。这就意味着很多事情他们会提前20年、50年去想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早在1991年，他们就设立了战略未来中心，专门进行风险监测与情景规划，为政府提供长期的战略指导，确保政策具有前瞻性。同时呢，还通过了绿色计划2030。
制定涵盖了城市自然化、节能、绿色经济与韧性的5大目标，并在可再生能源、电动车基础设施、废物减量等领域全面落地。这种高层级战略机构加全民参与的长期规划组合，在全球极为罕见。这也让小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始终保持着主动。新加坡是岛国，海平面上升不是新闻标题，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，所以早就投入了巨额做防洪工程、修海堤、研究浮动城市，还在城市规划里预留了高地和排水系统。这些工程可能几十年才见效，但他们宁愿现在花钱，也不等灾难敲门。再比如能源安全，新加坡没有石油，没有天然气，全靠进口，但他们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天然气来源多元化，发展太阳能，还在布局氢能和绿色能源。这样，就算某个供应国出了状况，灯也不会马上灭。养老也是一样。几十年前建立的公积金制度，让每个人为自己的医疗、住房、退休提前储备，而不是老了才求助政府。这种习惯不仅在政府，也在普通人身上。我认识的一个30出头的新加坡朋友，他已经有了养老计划、保险配置和投资组合。他笑着说：“我们国家小，风浪大，要先绑好安全带，才能放心地看风景。”这种未雨绸缪看似保守，其实是小国生存的智慧。60年，新加坡人用治理智慧、勤奋和坚持，一节节地往上涨，就像竹子，看似普通，却有韧性、有节骨，遇到风雨也不轻易折断。60年过去了，这个小红点在世界地图上依然很小，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却大得让人无法忽视。方舟希望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人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，都能感受到这份底气带来的力量。也希望我们每个人，无论身处在何处，都能为自己的人生攒下属于自己的底气。这样在人生的牌局中，我们也能像新加坡一样从容出牌，笑着对应每一局。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，说出您心目中属于新加坡人的第6、第7大底气。也欢迎您点赞订阅方舟时间，方舟祝您好运好心情。我们下期继续聊小国的智慧与选择。